众所周知，嫪毐是我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，而这个传奇并非是他有什么样的丰功伟绩，而是因为他与秦国太后赵姬的风流韵事，直至今天依然被人津津乐道，充满着生命力。说到这里，不免会让人心生疑问：赵姬是堂堂的一国太后，想要什么样的男宠没有呢？为何偏偏钟情于嫪毐呢？据说他的下体十分长大，能动车轮，还能使太后5日都不能下马车，这是真的吗？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史上最强太监嫪毐。大家好，我是热心读者，在节目开始前，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，谢谢了。其实历史对嫪毐的记载并不多，但是从一些野史及影视剧来看，他出身于市井之中，一直在赵国都没有太大的作为，多年来也只是一个马夫而已。一次机缘巧合之下，嫪毐与吕不韦相识，再加上前者很讲义气，而后者又有钱，于是嫪毐便在吕不韦的手下做了马夫。原本这样的生活也很平静，但一件事情的来临改变了他和吕不韦的命运。赵国、秦国因为一些利益发生战争，而赵国便想要杀了秦王的儿子嬴异人。为此，吕不韦设下了计谋，带着嬴异人连夜出逃，驾车的人便是嫪毐。经过长途跋涉之后，嫪毐等人终于来到了秦国境内。不久，一支装备较好的秦国军队出现在了他们面前。截止到此时，嬴异人、嫪毐、吕不韦3人逃出升天，也开始了3人各自的传奇。来到秦国之后，嬴异人的地位不断提高，甚至后来还成为了秦王。吕不韦的地位也在日渐上升，因护驾有功，备受嬴异人的宠信，一跃成了秦国的丞相。反观嫪毐这个人，他的发展则没有太大进步，依然是吕不韦手下小小的门客而已。直至一个名叫赵姬的人来到咸阳之后，他的人生路才悄然拉开了帷幕。赵姬原本是吕不韦府里的一个歌姬，无意间被嬴异人看中，而后还生下了秦始皇嬴政。两人逃出邯郸城时，并没有带着他们母子俩，直至嬴异人当上皇帝后，赵姬才带着嬴政回到秦国。不知是上天眷顾嬴政，还是嬴异人的身体不好，嬴异人在位没多久便去世了，小嬴政登基称帝。根据一些野史记载，赵姬与吕不韦有不良的关系，但随着嬴政的不断长大，吕不韦逐渐意识到了危机，担忧自己性命的吕不韦逐渐收敛，几乎不再与赵姬作乐。但手掌重权的赵姬可并不甘心，也绝不愿意2人就此作罢。在《史记》当中记载到，赵姬这个人在获得权力之前便十分喜好男女之事，而秦王驾崩后，儿子嬴政还小，不能处理政事，获得实权的赵姬更是放任自我，毫不避讳。赵姬除了暂时帮嬴政把握朝纲，身居高位的他便再无事可做，淫乱的想法也随之而来。吕不韦知道赵姬的想法，于是打算找个男人给他取乐子。当时吕不韦第一眼便看中嫪毐，因为他有着大阴人的称号。什么是大阴人呢？说白了就是大鸡鸡，说明嫪毐足以满足赵姬的生理需求。可当时赵姬对吕不韦爱得死去活来，那怎么让赵姬舍弃自己而钟爱嫪毐呢？吕不韦使出了这几招。首先，吕不韦先为嫪毐造势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是这么写的：使蔼以其阴冠铜轮而行，令太后闻之。翻译成白话文就是，吕不韦让嫪毐用他的大鸡鸡转动铜轮。其次，吕不韦把这个消息分享给赵姬。赵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果然心动不已，想把嫪毐据为己有，看着他的鸡鸡究竟有多大多粗。那怎样能让嫪毐名正言顺地进入赵姬身边呢？可能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嫪毐成为太监，这样就能每天形影不离地待在赵姬身边。吕不韦与赵姬合计，由吕不韦以莫须有的罪名让嫪毐成为宦官，令人将嫪毐的胡须、眉毛都拔了精光，宫中由赵姬进行打点。最后，嫪毐以宦官的身份进入赵姬的寝宫，对其进行服侍。而嫪毐也确实是懂得在宫中的规矩，在应对人事上有着自己一套的本事。在进宫不久后，凭借自身的本事，不断撩拨着赵姬的心弦。对于喜好男女之事的赵姬来说，嫪毐的出现正适合她的需求。很快，嫪毐成为了赵姬当下的新宠。赵姬为了与嫪毐不断作乐，不断让嫪毐伺候于她身边，无论是何时何地，都会与嫪毐来一炮。而嫪毐也为了自己的地位能够再进一步，不断地使尽全身力气，开足马力，将车飙至最高。毫无例外，赵姬每次都被伺候得酣畅淋漓，快乐不已。
两人最疯狂的一次，莫过于在马车上连续5日都不见二人从车上下来，足以见二人有多大胆。在马车上，两人整日饮酒作乐，时常情到深处，赤裸相待，夜夜笙歌。即便车行到人多的地方，也阻挡不了两人的鱼水之欢。他们对外界视而不见，在马车当中宛如二人世界，亲昵相拥，直至精疲力尽、大汗淋漓为止。休息片刻，等到精力恢复了，便又陷入无尽的缠绵之中，好生不快活。历史上不仅仅是记载着嫪毐在撩动女人心绪上有一套有着记载，也记载着嫪毐在得势之后所产生的野心。因为嫪毐长期与赵姬行苟且之事，在落后的古代自然没有什么安全措施，赵姬也就有了嫪毐的骨肉。这时嫪毐的厉害之处就体现出来了。起初赵姬并未想生下孩子，但经受不住嫪毐的软磨硬泡，最终心软屈服于嫪毐。但出现如此荒诞的事儿，必须在暗地里进行。将肚中骨肉生下，二人便搬迁至雍城的行宫当中。其后在行宫当中，赵姬为嫪毐生下2个子嗣，可见在行宫当中二人的男女之事多么频繁。只是嫪毐的野心可不止如此，他想要干一番大事业，而赵姬也很支持他。就这样，在辅政太后的支持下，嫪毐被封为了长信侯，封地是山阳。凭借一块土地，嫪毐的家中一度出现了家童数千人，诸客求换，为嫪毐舍人1000余人的繁华景象。而这股势力也足够和吕不韦抗衡了。俗话说得好，夺人钱财犹如杀人父母。吕不韦也有一颗权力之心，当他的权力被嫪毐影响到的时候，他便想要找个机会除掉这个人，以巩固自己的地位。偶然之间，他听说赵太后怀孕了，还生下2个孩子，而他原本也知道赵太后与嫪毐的关系不清不楚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吕不韦便找人将赵太后、嫪毐的事情告发了。果不其然，听到这件事情后，嬴政立刻着手查询此事。不过当时的嬴政翅膀还没硬，在此情况下，嫪毐便想要奋力一搏，让自己的孩子当皇帝。虽然嫪毐的反叛来得很突然，但嬴政的应对却非常好，抵挡住了嫪毐的第一波攻势。随后他便对着士兵们下令，凡是有战功的都拜爵后赏，宦官参战的也拜爵一级。最终嫪毐的部队家奴们先后被杀了上百人，嫪毐自己也身受重伤，和余党仓皇而逃。在嬴政的全国通缉之下，嫪毐也没有潜逃太久，最后被嬴政逮捕并处以车裂。此事过后，嫪毐、赵太后手里的权力被嬴政收于自己手中。可以说，这场乱政虽然让嬴政陷入危机之中，但却为嬴政的掌权专政提供一个很好的契机。随着手里有了权力，嬴政又将自己的枪口对准了吕不韦。在《吕氏春秋》写完之后，吕不韦也被嬴政贬黜了咸阳，而后在半路被始皇帝赐死。嫪毐之乱、吕不韦之祸到此结束。通过上述介绍，不难发现，嫪毐能被评为历史上最强的太监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而嫪毐能够获得赵太后的认可，无疑是他异于常人的地方。如果他能够专心做好自己的男宠，或许可以颐养天年。可是他的野心太大了，使得自己以悲惨而结束。对此，你有什么不同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，咱们下期再见。